大家好，我是卡尔。这次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如果在 MSFS 里面遇到下雪或者是结冰的话，怎么办呢？Icing condition 中文叫做结冰条件，对于航空器来说是一种危害天气。基本上结冰或者是下雪，对于飞机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巨大，对于飞行安全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大概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在机翼上的结冰会导致飞机的机翼剖面图不再是流线型的，会扰乱空气气流，进而降低机翼产生的升力，同时也会增加阻力。第二点，结冰可能会卡在机翼的控制面 （control surface），不仅可能会造成飞机结构的伤害，最严重可能导致飞行员无法操纵飞机。第三点，如果结冰或者是积雪在发动机的进气口，这些冰块、冰晶被吸入发动机内，可能会造成发动机叶片的损坏，降低发动机的效率，甚至到最后有可能发动机熄火。最后一点，航空器机身表面有许多的测量仪器，例如皮托管、进压孔等等。这些仪器如果被结冰阻塞，可能会导致飞行数据的不准确，或者是干脆不作用。那本次我们使用 Flying Labs 所出品的 A321C 搭配 GSX 地形软体来为各位讲解。在 Flying Labs 上真实的模拟，如果没有把这些结冰或者是下雪的情况确实地从机翼和机身移除的话，会导致不管是机翼的升力或者是发动机的效率有一定的影响，甚至还模拟了发动机 run up 的效果。详细可以参考 Flying Labs 官方所出版的介绍文件，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架飞机上覆盖了雪花，这也是在目前大型民航机的外购软体之中少数有把积雪所呈现出来的。这里先来解释一下一些名词。Icing condition 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积冰条件，它的定义是在地面和起飞后的 OAT， 或者是在飞行之中的 DAT， 这两个温度是小于摄氏10度的。另外，在大气中有可见的湿气，例如说云、雾、雪、雨、铅或者是冰晶等等。另外的积冰条件也有可能存在于当 OAT 小于摄氏10度的时候，在停机坪、滑行道、跑道这些地方有覆盖的雪、积水或者是雪水。当航空器经过的时候，发动机有可能吸入，或者是结冻在发动机、发动机外罩或者是其内部的感应器等等。除冰将刚刚所提及的一些结冰物质从飞机上移除，通常有热水或者是加热的除冰溶剂，是每个机场的规定，或者是地勤业者。防冰在除冰之后为喷洒专用的防冰溶剂，在一般民航客机使用的大部分为绿色，可以提供比较长时间的防冰效果。防冰溶剂通常可以分为 Type 1到 Type 3，依据每个地方的地勤业者而有不同的浓度。那么在真实情况中，飞行员必须去查表，或者是公司本身有提供 APP 可以计算 Hold of Time， 中文叫做防冰保护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可以确保飞机上不会累积这些结冰物质。基本上，飞行员必须确保在这个时间内尽快的离场。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除防冰的程序便要重新做一次，以确保安全。在模拟飞行中，我们可以不需要计算到那么复杂。Flying Labs 很贴心的提供 Hold of Time 倒数，让玩家可以知道还剩多少时间可以起飞。那除防冰有分为 One Step 或者是 Two Step。One Step 是直接喷洒加热的防冰液，在除去结冰物质的同时，也达到除冰的效果。Two Step 是先除冰，然后再喷洒防冰液，
基本上每个机场的规定不太一样。厨房兵算是蛮复杂的一个程序，有太多的种类，然后会牵涉到当地的机场或者是地勤业者而有所不同。但是在模拟飞行的环境中，我们不需要做到那么复杂啦。那在 Flying Labs 里面的 iPad 中有2份文件，大家可以去参考。那这2份文件跟真实所在用的 FCOM 是蛮雷同的。那它会在这个位置，我们点开 Document， 然后有一个 Normal Procedure， 然后把这个选单打开，点第2个条列式的，有一个 Supplemental Procedure， 点下去后，然后会看到一个 De-icing on ground， 这个就是我们待会要做的程序。那另外一个文件会写在这边 QRH， 一样点开选单，点第2个条列式，会有一个 De-icing。那你会看到有几个表格，这些就是我刚才讲的，有些公司会查表，那有些公司是用 APP 直接算。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把这些表格做比较详细的研究。这些表格跟真实所在用的是蛮像的。那我们现在回到 Normal Procedure 里的 Supplemental Procedure 的 De-icing on ground 的页面。那等一下我们会照着这个步骤一个一个来做哈。那一个观念，那这个 Supplemental Procedure 你不需要去背起来，它的原则是阅读，然后去做 read and do， 所以你只需要逐条的去阅读，然后跟着做就可以了。文件上都会写出要注意的事情。那要做厨房兵程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要后退的时候，所以记得把你的空调退掉，机门关起来，货舱门也关起来，然后任何的地面装备车辆都要移除掉。好，我们现在回到机舱里面来看这个 iPad 上的文件写什么，那我们就跟着做。喷洒溶剂之前，第一个先与地面人员建立通讯。那我们这次是搭配 GSX 的厨房兵功能，那建议是先把你要用哪一种厨房兵的液体去做喷洒后，那会在这边 MCDU menu 有一个 ATSU， 再来 ALC， 再来一个 Departure， 再来有一个 De-icing， 这边你可以先选你要哪一种的厨房兵溶剂。那 GSX 它是做 one step。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外面天气，外面天气一直在下雪，可是机场并没有很大，然后也没有塞车的情况下，所以说我选用的厨房兵溶剂就不需要用到 hold over 太久的溶剂哈，所以说我可以选定是我只要用第一种溶剂就好。那按下去会出现3种 ：unstand、unpush、remote。第一种 unstand， 你只要按下去之后，它就会开始去做厨房兵的动作，车子就会过来开始做。第2个 unpush， 厨房兵的执行，它会在你要开始后退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在 GSX 点这个 prepare for pushback and departure 之后，它就会先叫来厨房兵车，先开始做厨房兵的动作。那在第3种 remote 部分，像有些机场它会在比较靠近跑道的地方再设计一个厨房兵区，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挪威机场你会看到它的4个跑道端的地方都有一个厨房兵的地方，这边有写De-icing area A nose， 这边还有一个 B nose， 还有一个 B south 跟 A south。那基本上飞机滑行到这个地方会进去做厨房兵的动作，然后再滑出来做起飞，这样可以争取一些 hold over time， 或者是有其他考量。好，那我们现在选定 unpush， 点下去，它就会把这个你选的选项给它 highlight 出来。那在它喷洒溶剂的时候，不要启动发动机，那你可以让发动机还有 APU 在运转状态或者是在停止的状态下做厨房兵动作，那可是就是不要在它喷洒溶剂之中启动发动机或者是 APU。那这边它有一个警告说，在你还没有完整的把这些结冰物质从你的控制面上去移除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移动这些控制面，
例如说精益啦，或者是你的 elevator 还有 arrows， 避免结冰物质卡在这些机构当中造成损坏。好，接下来我们就跟它的指示照着做哈。好，来 cabin pressure mode selector check auto。好，我们到顶板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块 cabin press， 我们把 cabin press mode selector 把它保持在没有亮的状态下。如果你有点亮，它出现 MMN 代表是手动 manual 的状态下，把它点掉，灯没有亮代表它是 auto 的状态下。再来 engine one bleed 跟 engine two bleed 都要把它关掉，一样。我再回到顶板。那我们在做这个程序的时候，比如说你把这个滑鼠油帮当成你的手指，我们会先指的 air condition 先指的，然后再把手指移过来 engine one bleed engine two bleed， 避免你动作太快按错钮。所以说我们会这样子 air condition 在我用以 engine one build 念出来 off engine two bleed 按下去 off。 好，再来 APU bleed off， 这边 air condition APU bleed 把它关掉 off。 低群 push button on。 你有发现像目前飞机没有那个空调的声音，因为我把 APU bleed 关掉，所以说像纪念是没有空调的。我回到顶板部分，再来靠近一点看，这边有一个在刚刚第一个 cabin press 的地方有个低群的钮，把它这个保护盖打开，把它按下去。那按代表说它目前在作用中。那接下来要看什么了？你必须要确认你的一些阀门，像在飞机的周遭也有很多阀门哦，像是这个就是阀门，这两个也是阀门。那它就为了换气嘛，你的 APU 要进气功能。那这个动作会把这些阀门把它关掉。那要怎么确定它阀门是已经关闭哈？我们来到 ECAN 的下面这个萤幕，我们点 Press， 你会看到下面这些就是它的阀门，有1、2、3、4个阀门，确定它的这个指针都是在把它关掉的状态下。那他要跟你讲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那当然就是避免这些溶剂去流进去飞机里面。那这边他要跟你讲，如果一些警告讯息跳出来，你可以跟着他做，跟着这个做去把他的保险丝给他重设。那另外他有提到这个程序不要超过20分钟，为了乘客舒适，因为你目前现在飞机是没有空调，加上也没有换气的功能，所以说保持在这个状态太久，会让一些乘客会感到不舒服，所以避免做这个动作做太久。然后确认你的 throttle lever 是 check idle，OK，now is check idle， 都做好的时候，就跟地面的地勤讲说，飞机已经准备好，可以让他们喷洒不方便的溶剂。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后推后，他会问你说，你是不是要求做厨房兵的动作？我们选是。那现在你就会看到 GXX 把2辆可爱的厨房兵的车子开过来，那它当然是做比较简单的演示而已哈。在真实世界，机身都会喷洒，那在 GXX 它只会喷机而已。那你会看到飞机现在的表面已经没有雪花了，那取而代之的是这些绿色的液体。所以说它连机身都会喷的。那 GXX 当然就是做比较简单的，那也不会那么快来，不太可能那么快来。在这个视角你可以看得更清楚，机身上有绿色液体，机上也有。那这个绿色液体会持续一直出现在直到我们起飞的时候。好，接下来地面人员会去检查我们的皮托管还有进压孔有没有被这些溶剂给覆盖住了，或者是这些结冰物质还有没有在上面，会造成一些数据上判读的不准确。再来确认地面的装备是不是已经移除了。接下来地面人员地勤会跟你报告厨房兵的一些资讯。
那他会跟你讲说它是用哪一种形式的无方便的液体，还有它的比例，还有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rollover 的时间。地勤人员会用无线电跟你报刚刚所讲的那些资讯。那 FlightSync很贴心，会帮你显示在这个地方。我刚刚有把 Type 1改成 Type 2了，因为我怕讲太久，时间会拖太久，所以我把它改成 Type 2。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显示他们所使用的液体是 Type 2液体 ，ratio 是50-50，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喷洒呢？0517的 Doodle time， 那剩下的 hold over time 是28分钟。所以说，我们必须在28分钟之内要完成起飞动作，否则必须把厨房兵的程序重新做一次。接下来还有几个动作哈，Dechin push button 要把它关掉，再来 out for the valve 的部分要确认它是回复到开启的位置，在 cabin press 的地方把 Dechin 这个钮给它关掉，把保护盖给它关起来。接下来回到 ECAN 的 lower display 部分。会看到这个阀门慢慢的打开，完成喷洒溶剂后的1分钟，要把 Engine 1 Bleed 跟 Engine 2 Bleed 都把它打开，一样在顶板 Air Condition， 在 Engine 1 Bleed 把它打开 ，Engine 2 Bleed 把它打开。那再来，他这边有提到说，为了防止这些溶剂被 APU 的进气口吸进去。所以说，必须等在5分钟后，我们再把 APU Bleed 打开，或者是你可以考虑说使用 APU Bleed Off or Take Off。如果你必须要把 APU 打开做起飞的时候，那它的原因不外乎就是为了防止机内的空调有奇怪的味道，或者是会触发一些烟雾的警告讯息等等。好，那目前已经超过5分钟了，我们就把 APU Bleed 打开 ，Air Condition。APU Bleed 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就会发现 APU 开始供给空调，你的周遭的声音就有空调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厨房兵的程序不能做太久的原因哦，因为你的机舱内是没有空调的。那整个厨房兵的程序大概就到这边结束，之后回复到一般常规的程序。那这边有提到，在做 Flight Control Check 的时候，做适当的检查。来评估外在结冰的情况，可以在 Flight Control 页面做检查。如果觉得有结冰的问题，那可以去客舱看机翼，再评估要不要起飞，或者是重新喷洒防冰液等等。要检查从外面是比较难看出来的，实物上只能在机舱里面检查。本次影片就简单的介绍到这边。一样要声明的是，本部影片只适用于模拟飞行，请勿用于在真实的环境中。稍早讲过，在真实环境中，厨房兵的程序是有点复杂的。那在模拟飞行的环境中，我们不太需要去做到这么复杂。当然，如果你想要更贴近真实一点，就可以去研究刚刚在文件中里的几个表格。那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有任何的建议，欢迎在底下留言。我们下部影片见。